这是民国时期的一件奇闻。女人新婚当天却被迫与公鸡拜堂成婚，洞房当晚更是被推进棺材里与死人过夜。不曾想1个月后，女人竟离奇怀孕。女人名叫蝶玉，是个青楼女子，因才貌双全，引得无数富家公子成了她的追求者，其中就包括霍家三少爷。他在见到蝶玉后一见钟情，发誓要用8抬大轿将她娶回家中。可蝶玉并未将他的话当真，因为旧时讲究门当户对，像她这种身份想要嫁入名门堪比登天。可没想到半个月后，霍家竟真的派人来给蝶玉赎身了。蝶玉得知消息后感到不可思议，同时也是无比开心，因为自己终于可以脱离苦海了。旁边的姐妹们也很是羡慕，因为霍家可是当地的名门望族，能嫁到霍家一定是上辈子修来的福。很快到了成亲这天，蝶玉换上一袭红装，满心欢喜准备做霍家的儿媳。可没想到拜堂时，霍家三少爷没有出现，带堂的竟成了一只公鸡。蝶玉就这样被迫结了冥婚。可这还不算完，事后蝶玉又被狠心的管家送进了灵堂。只见灵堂里放着一口黑罐，里面躺着的竟然是霍家2少爷的遗体。原来霍家3少爷和家人提出要娶蝶玉后，遭到了大伙一致反对，其中霍家大少爷更是狠狠扇了他一耳光，而3少爷随后气得离家出走。最后大少爷为了能让他死心，所以花钱将蝶玉买了回来，让他与刚刚去世的2少爷结冥婚。随后蝶玉就被换上一身寿衣推进了棺材里，尽管他在棺材里拼命挣扎，可根本无济于事，直到自己没了力气。可到了后半夜，棺材盖却突然打开了，3少爷竟然回来了。他从棺材里救出了蝶玉，两人紧紧相拥。霍家不让我娶你，我偏要。二哥生前最疼我，如果我二哥还在，他绝对不会让这种事发生。二哥，今天你替我们作证，我霍连奇与陆蝶玉今日结为夫妻，永世不离不弃。随后就在灵堂里拜堂成亲。一夜过后，3少爷竟然不见了，一时间蝶玉甚至分不清昨晚是梦还是现实。而此后3少爷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更离奇的是，1个月后蝶玉竟然怀孕了。寡妇怀孕乃是家门不幸，众人都要将蝶玉赶出霍家，可大少爷却力排众议。大家都知道，陆蝶玉进门之前和连奇交往已久，所以各位长辈，我认为该把孩子生下来，毕竟是霍家的血脉嘛。原来霍家3个少爷，大少奶奶没有生育能力，2少爷死了，3少爷不知所踪。于是最后他决定让蝶玉住进地下室待产。妙龄少女与刚死的男人进行冥婚，洞房当晚与死人睡在了一具棺材里。10个月后还生下了一个孩子。霍家大少爷很疼爱这个孩子，几乎每天都要来地下室看望母女2人。而蝶玉也很是思念丈夫，整日靠着书信寄托相思。转眼7年过去了，大少爷这天说出了一个秘密，其实3少爷在离家出走后就意外死亡了。但当时蝶玉怀有身孕，为了不让他受到刺激，这么多年来是他一直在冒充3少爷，秘密和蝶玉通着书信。久而久之，大少爷在写信过程中已经爱上了蝶玉。蝶玉听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他看着3少爷的照片悲痛欲绝，于是晚上他就穿上了红色嫁衣，并出现了幻觉。带我离开这儿好吗？我好累，我真的好累呀！直接从地下室的高台上一跃而下，就这样带着无限思念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因为死时穿着红衣，传闻是会变成恶鬼索命的。霍家人之前对蝶玉百般刁难，为了防止她变成恶鬼前来报复，便找来了道士超度亡魂。可没想到就在头七这天，蝶玉还是变成恶鬼来报仇了。玉莲，玉莲，你不要害我，不要害我，不要害我！哎呀，玉莲，舅老爷，少奶奶不要找我，不是我干的。舅老爷，舅老爷，舅老爷，少奶奶。
他将霍家满门上下都杀了个干净，最后只留下了大少爷和自己的女儿。此后大少爷卖掉全部家当，带着蝶玉的女儿去了台湾省。几十年过后，蝶玉的后代心如成了作家，并且爱上了有名的企业家阿宇，还为他生下个女儿。可阿宇是有妻子的，只是因为他患有精神疾病住在了医院，所以阿宇一直拖着没有和他离婚。心如为了躲避记者，带着女儿回到了霍家祖宅。如今这里只剩下管家一个人，可不料心如住进的第一晚就发生了怪事。这个女人回到祖宅的第一晚就撞鬼了，心如吓得惊声尖叫起来，幸好只是一个梦。可就在她去厕所时，发现大厅站着个红衣小女孩，可再定眼一看又不见了。她本以为只是幻觉，可这时女儿却告诉她说，有个小姐姐来找我玩。小姐姐？哪来的小姐姐啊？她说要和我玩皮球。心如听后开始害怕了，因为房子里根本没有什么小女孩。而当她照镜子时，突然间房间灯全部熄灭，接着就出现个红衣女鬼。心如吓得当场大叫，还好这时阿宇出现了，他让心如不要害怕，安慰她可能太久没回老宅了。可心如此后愈加严重起来，总在睡觉时做噩梦，于是她开始用药物助眠。这天心如和女儿抓蝴蝶时，两人无意间来到了地下室，并意外发现了一个箱子。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是当年蝶玉和三少爷的书信。他拿了出来，从头到尾仔细翻看了一遍，这才让他完全知道了奶奶的故事，也得知了自己的祖宅是个凶宅。可就在心如走出地下室时，他竟再次看到了那个红衣小女孩。是姐姐。妈妈不怕，她就是陪我玩的小姐姐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爷爷说，我只要穿上红衣服待在这里，爸爸就会回来的。之所以小女孩每天在宅子里游荡，都是她妈妈指使的。原来阿宇的老婆为了挽回丈夫，便和老宅的管家串通好，不仅调换了心如的药物，还让女儿扮鬼吓人。这段日子心如见到的鬼魂全是药物的作用，一切谜底全部揭开。阿宇也彻底和妻子闹翻，坚持和他离了婚。而管家之所以这么做，因为他是灭门案的幸存者，他觉得蝶玉是该案的始作俑者。因为心如长得太像蝶玉了，于是他坚信心如就是蝶玉的转世，所以想趁机报复。说话间，管家还推出了一具干尸，原来这便是和蝶玉相恋的三少爷。其实他当年并没有死，他在得知蝶玉的事情后感到万分愧疚，于是每年他都回老宅探望。而今天恰好是蝶玉的忌日，可这时诡异的事情出现了，或许是见到了他心中的蝶玉，三少爷心愿已了，他就这样瞬间烟消云散。电影到此结束。